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4号下午抵达上海，开启为期3天的访华行程。这是布林肯不到1年内第2次访华，从氛围和安排上来看，与上一次有何不同？值得注意的是，布林肯抵沪之前，中美军队此访提出目标清单，双方有何温差？来看报道。布林肯24号下午抵达上海，正式开启任内第2次访华行程。英国《卫报》披露，在为期3天的访问中，布林肯除了在上海会见在华美国商界领袖外，还将赴高校与学生交谈，并观看一场篮球比赛。《卫报》称，这种备受欢迎的外交方式在1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当时中美关系令人担忧。深圳卫视注意到，国际政要访华期间赴高校与学生交流已经成为新常态。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曾到访中山大学，德总理舒尔茨不久前到访同济大学。在布林肯之前先行访华的美国财长耶伦则在北京大学举行座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布林肯到访上海也有复刻耶伦之意。耶伦在广州的美食外交在互联网上被热议，一定程度上对冲了中美战略竞争带来的紧张感。至于为何布林肯访问的是上海而不是中国其他城市，有美国分析人士称，上海作为中国经济中心城市之一，是众多在华美企的群居地，因此成为维系中美关系的重要纽带。实际上，美国政要访华经常打卡上海。去年，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也曾抵沪访问。据路透社报道，26号，也就是布林肯此次行程的最后一天，他将前往北京，与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内的中方官员会面。路透社还引述美消息人士话称，这次会面或将持续6个小时，显示双方将就多个议题进行充分沟通。观察指出，对比去年6月布林肯任内首次访华，这次在氛围与安排上都显得有所不同。从措辞上看，上次中方官宣访问是经中美双方商定，这次则是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中国外交部还对布林肯来访表示欢迎。从时间上看，上次是2天，这次是3天。而相关安排出现上述变化，源于中美关系相较去年出现止跌企稳态势。布林肯此次访华是中美落实2国元首旧金山会晤、保持对话、管控分歧、推进合作、加强国际事务协调的一部分。中美高层近期展开密集接触，本月初2国元首通电话之后，美国财长耶伦、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相继访华。布林肯还向王毅拨去电话沟通中东局势。中美防长也时隔1年多进行了首次视频通话。跟上次相比的话，确实是有一定温差的。在去年11月份2国元首旧金山会晤之后，达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美国呢也表现出了一定的这种诚意，希望能够通过加强沟通，以及尤其是高层之间的互访，来推动中美关系至少能够不要再继续恶化了。应该说是经过这将近1年左右的时间嘛，美国是在采取了一些积极的实际的行动，来让中美关系能够重回正轨。所以我觉得这次布林肯来嘛，应该说比上次的氛围会更好一点，也确实2国关系也比上次更加改善了一些。需要指出的是，不到1年时间，布林肯再次来访，目的与去年不同。美国国务院官员对此访目标划出3个重点，包括在中东危机、俄乌局势、台海、南海以及朝鲜半岛局势等关键问题上取得进展，明确直接地传达对双边、区域以及全球性议题的关切，以及负责任地管理竞争，以免导致误判或冲突。路透社称，从美方官员的表态来看，布林肯此次访华优先级最高的诉求是俄乌议题。他刚刚在7国集团外长会议上和其他6个国家对了表，使得他在访华提要求时不仅仅是代表美国，还能以多个国家联盟的形式向中国施压。深圳卫视注意到，在近期的几场美国国务院简报会上，发言人多次渲染中俄贸易中的原材料让俄罗斯军工产业获得巨大的关键性补给。值得警惕的是，就在布林肯登机飞赴上海的途中，《华尔街日报》爆料称，美国正在起草可能切断中国一些银行与全球金融体系联系的制裁措施。理由是这些银行为中国对俄出口提供付款、贸易交易、信贷等服务。路透社称，截至目前，华盛顿尚未对中国的主要银行实施制裁，但如果真的这么做，将被视作金融领域的核选择，将对全球经济和中美关系产生影响。布林肯此次来访华嘛，一个主要的目的，我相信还是基于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
要对中国在很多问题上施加压力，迫使或者是要求中国为美国提供一些的协助或者帮助。其实主要目的还是总体来说服务美国国家利益。外界注意到，针对布林肯此次访华，中方也罕见在其行前举行吹风会，明确提出目标清单。外交部美大司负责人22号表示，中方主要聚焦于5大目标：树立正确认知，加强对话，有效管控分歧，推进互利合作，共同承担大国责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信强向深圳卫视分析，从长长的清单来看，中方要与美方谈的问题不少。布林肯这次访华不轻松，中方将重点关切台湾、南海、经贸、科技打压、人文交流4方面。距离台湾地区后任领导人赖清德正式就职还有不到1个月，美方近期在台湾问题上的动作频频，在国会一揽子法案中夹带涉台私货，意图强化美台军事勾连。美方近期还推动美日安全关系升级，组织美日菲3方首脑峰会的举措，也进一步推升了南海局势。另一方面，美国会参议院刚刚通过的一揽子法案还包含了对 TikTok 剥离内容，同时美方也正在酝酿制裁更多中国企业，以及以所谓去风险、产能过剩的名义打压中国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发展。中方将对此表达关切，要求美方予以重视并作出积极回应。最重要的问题是，美国说一套做一套，或者说是当面答应，但是背后实际行动根本是完全两回事儿。甚至在某些领域里，比如高科技或者贸易制裁啊、经济等等301调查等等这些方面的话，甚至是变本加厉，在层层加码。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阻碍中美关系能够行稳致远，或者说是到现在依然是颠簸不停的这么一个状态的一个主要原因。彭博社的报道一针见血地指出，中美各自放风拉清单，一定程度反映双方关切点不同。如果布林肯希望此行能够取得一些成果，应该以更务实的态度与中方对话。A variety of tactics that the U.S. has used in recent months, ranging from trade tariffs to security alliances, as well as pressur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t is feeling boxed in. So to get China to talk and to cooperate, I do think it would serve Antony Blink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cooperate, to be more compromising, I should say, rather than just combative all the time. 观察认为，美方一面保持对华接触势头，另一面在各个方面对华施压，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与当前美国大选因素有关。美国前政府官员特里奥洛表示，拜登政府试图稳住美中关系改善的积极态势，但是在大选背景下又不能显得过于积极，以免给共和党提供弹药。因此，拜登政府会释放一些强硬信息，通过抨击北京向美国选民示好。特朗普也好，拜登也好，很有可能会在竞选过程中，为了赢取选票，为了迎合这种政治正确或者反华的这么一种氛围，会竞相的对中国去秀强硬，这个展示肌肉，包括在涉台、南海问题等等其他问题上，有可能会出台很多更加极端的政策，发表更多极端的言论，非常不负责任的这种做法，很有可能让中美关系，现在好不容易出现的这种。止跌企稳的这么一个势头会被打断，甚至导致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在中美复杂互动及各种议论之中，布林肯来华访问了。那您觉得我们应如何接待他呢？这次布林肯来访啊，确实和以往的中美互动略有区别。这次访问呢是中方邀请，布林肯应约，中方表示了欢迎。这和上一次的访问也明显不同。这表明了中美双方都认识到了。虽然存在着各种分歧，尤其是美方也有不少的负面动作啊，但是双方呢依然都希望落实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的共识，同时给双方国内以及国际社会都传递中美依然在有效管控分歧和稳定发展，并且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在深入交换意见的信号。我用4句话来概括这次布林肯访华。第一句呢，就是走向止跌企稳；第二句呢是交流正在恢复；第3句话是大选压力复杂；第4句话是矛盾仍待解决。因此，虽然有种种阻力干扰，但这次访问毕竟是在中美出现止跌企稳态势的背景下，温度呢也明显的高于去年。这里呢特别要指出啊。这次布林肯来访前啊，美国的负面动作太多，所以很多朋友对于这样的美式操作啊，就有点读不懂，
或者觉得这样的话呢，来还不如不来呢，各种唱衰的声音也比较多，这是可以理解的。其实呢，回顾历史啊，我们看到中美合作了多少年，就斗争了多少年，中美关系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在前后100年中最突出、最完整的一种体现，并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但同时也是最复杂、最微妙的关系。我们既不要有过高的期待，也不必过度看衰，而应该以过人的智慧来积极作为。我认为啊，这个时候有4句话很重要。第一句话呢，就叫处乱不惊。中美之间即使发生了一些双方或者多边场合的重大变故，我们也应该并且也可以做到处乱不惊，因为无论是双边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和以和平发展合作为主流的时代定位，都决定了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第二句话呢，就是斗而不破，就是说，在中美双方如果产生严重分歧，甚至在矛盾尖锐的时候不能不斗争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啊，我们也要保证斗而不破，始终保持着斗争的分寸感和战略的管控度。第三句话呢，就叫和而不同，这就是一个方向性的把握了啊。也就是说，我们在目标上啊，不要指望经过一些谈判或者是磨合甚至斗争，我们就一定啊，中美就一定会完全走到一起，好像中美就真的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呀，同时又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中美之间呢存在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宗教、种族、不同的文明背景之下，我们只能本着和而不同的理念，争取求同存异，实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最后一句话呢，就是锲而不舍，也就是说，中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困难，我们都要锲而不舍，保持充分的韧性和耐心，坚韧不拔地一直往前走。台军汉光40号演习已于上周启动，正在进行的号称史上最长的电脑兵推演习增加不少新科目，包括将大陆滚装货轮由演转战纳入演习想定。这一匪夷所思的荒唐设定遭到舆论的痛批和嘲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4号回应指出，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谋独挑衅，煽动两岸对立对抗，是导致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我们有决心、有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台军汉光40号演习第一阶段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及电脑兵推演习已于19号开始进行。台军方此前透露，这次兵推以灰色地带侵扰、对台封锁及由演转战快速犯台等可能行动为想定场景，以近年兵推研讨所得的备战指导，运用联合战区层级模拟系统推演平台，实施8天7夜连续24小时对抗演习。台媒称，过去汉光军演的兵推7成大概都是5天4夜，所以今年可谓是史上最长的一次。此外，汉光40号演习第2阶段实兵演练将于7月22号至26号实施。台军届时将依托防卫作战想定及进程，由各军种战略执行单位在本外岛海空域及作战责任地境，结合全民防卫动员演习，实施5天4夜全员全装部分实弹演练。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台当局海巡部门继去年派船参与实弹射击演习后，今年将再度与台海军、空军进行联合操演，模拟对敌军海上目标进行饱和攻击，并连续第2年发射雄风2导弹，验证所谓平战转换作战效能。他这次演习，我觉得更多的是具有对外的这种象征意义，来显示台湾的军力和台湾的新的作战思想。此外，汉光40号演习的兵推部分，外界最关注的是应对所谓大陆滚装船由演转战的预设情景。所谓的滚装船是指船只本身拥有连接甲板，当停靠在码头时，可将连接甲板架设在码头上，让车辆能自行上下船。
台防务部门早前在介绍此次演习详定时，曾炒作称滚装船是所谓长久威胁。解放军曾在多次军演中演练运载1个营以上的海军陆战队与上百辆主战坦克、自行火炮、装甲车与后勤车辆靠港实施突击登岸。分析指，制定战时征用滚装船用于军事运输的预案是国际普遍做法。近年来，随着大陆经济的不断发展，大陆的滚装船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台军因此认为，解放军很可能会利用数量众多的民用滚装船装载坦克、装甲车，对台湾实施特洛伊木马式的所谓突袭行动。不过，岛内舆论毫不留情地嘲讽称，台军如此操作，想象力过于丰富。所谓特洛伊木马，完全是民进党当局莫名其妙凭空编造的故事而已。从专业角度上讲，渡海登陆作战的一大关键就是要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部署大规模兵力，建立坚实的桥头堡。但滚装船作为民用船舶，不仅目标大，而且航速慢，根本不适合进行初始登陆阶段的作战突袭行动。而且以目前解放军的2栖作战能力，真的要实施登岛作战，完全不需要抽调民用船舶用于前期突击登陆作战。而民进党当局有此匪夷所思的想法，显然并非心血来潮。2008年，赖清德任岛内民代时，为反对两岸直航，在接受绿媒专访时，就曾以台军方有木马屠城演习为由，宣称如果大陆战斗机跟在民航机后面，或是民航机内有解放军，台湾根本反应不及。从这一点来说，民进党方面在恐吓岛内并影响民众认知方面，可谓一脉相承，毫无进步和新意。我觉得他是通过他的想象力，那么来安排一些详定，所以呢，我觉得对这个演习的话呢，实际它反映了台湾的话，一个是心虚，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他的这种认知的话呢，实际是违反这个通常的逻辑啊，所以我们说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么他也许的话呢，真是台湾的一场认知战。对于台军演习首次纳入所谓大陆滚装船威胁的响定，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煽动两岸对立对抗，是导致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根源。我们有决心、有能力粉碎一切的台独分裂图谋。另据台媒报道，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早前证实，美军会派观摩团参与此次汉光40号演习。事实上，美军已成为台军汉光系列演习的常客，几乎每年都会有退役将领率团观摩。但今年的背景显然更为复杂。一方面，演习是在台湾地区领导人520交接前，而民进党当局至今拒不承认9·2共识，并勾连外部势力，造成了当前台海的紧张局势。另一方面，当地时间4月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通过一项价值950亿美元的对外援助法案。法案当中包括向印太地区提供约81亿美元，用于在台湾地区和印太地区抗衡中国大陆。而该法案20号已经在美众议院获得通过，接下来将由总统拜登签署成法。早前台防务部门曾对此表示感谢，并宣称该法案中19亿美元指定供美国防部用于协助台海等地区，充分展现美方对台坚若磐石的支持。在回答深圳卫视有关提问时，发言人朱凤莲指出，美国国会有关议案塞入涉台内容，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兑现不支持台独的承诺，停止以任何方式武装台湾。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衰退；要交流，不要分离；要合作，不要对抗，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民进党当局罔顾民意，甘当外部势力以台制华的棋子，把台湾带向危险境地。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依外谋独，注定失败。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同一天也对美参议院通过所谓援台法案回应表示，美台强化军事勾连不会给台湾带来安全，也挽救不了台独注定失败的命运，只会推高台海紧张局势和冲突对抗的风险，终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方将密切跟踪有关法案动向，采取坚决有力措施，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23号，赖清德会见了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访问团。美国此次跨党派访问团由美国会众议院共和党党团会议秘书长丽莎·麦克莱恩率领。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简称 CSIS 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跨党派的外交政策智囊团，号称美国2大智库之一，政治立场偏保守。近年来 ，CSIS 频繁进行想定台海冲突的兵棋推演。去年1月，该智库就以2026年台海战争为场景，连续进行了24次兵棋推演，并且发布了题为《下一场战争的第一次战役》的报告。得出的结论就是，包括美国必须在和平时期提前为台湾地区提供武器。而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美军工巨头都是这家智库的重要金主，借所谓兵推谋取巨额军火利润的目的非常明显。事实上，美国瞭望新闻网2020年曾刊登长篇报道指出，民进党当局长期向美国5家大型智库提供资助，其中 CSIS 获得的资金最多，超过50万美元。事实证明，包括 CSIS 在内的美智库已成为美台军事勾连的重要一环。上海战略学者赵宗九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多次搞涉台海的兵棋推演，而此次选择在台军汉光40号军演兵推阶段赴台，有着很强的下指导棋的意味。但同时 CSIS 作为美国最主要的智库，此次不排除会对赖清德接下来的两岸政策进行干预和影响。为了防止事态发生变化，也是在提醒赖清德在520就职的时候的话呢，要考虑到的话呢，对于整个地区的稳定性，不要破坏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大局。值得注意的是，赖清德在会见美智库访问团时表示，未来将秉持理性、审慎的态度处理两岸关系，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现状。在此前，赖清德已经公布了数波其团队的人事名单。外界注意到，赖清德于本月17号当面邀请台行政机构副负责人、曾担任桃园市长的郑文灿出任肩负两岸民间交流重任的海基会董事长一职，并获得了对方首肯。知情人士称，郑文灿常年对两岸关系展现出相对温和的态度，赖清德或许希望通过这一人事安排，让大陆感受到台方的善意。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9·2共识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和台海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是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授权协商和联系机制的前提。无论什么人担任台湾海基会的负责人，两会协商机制能否恢复，关键在于台湾当局是否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520快到了，那您对赖清德最近的表态及台海整体局势走向有什么看法吗？赖清德最近在和美国代表团会见的时候，表明了一个相对温和的态度，这可以看作是他对520就任的一个事前表态。当然了，这不仅是说给美国人听了，也是说给所有人听的。大家当然也都会听其言而观其行。赖清德这个态度啊，包括台海局势的整体走势，其实都是基于目前的3大现实形势背景的。第一，是今年年初台湾选举所呈现的，岛内60%以上选民要求下架民进党，反对台独制造动荡的这种基本民意诉求，而且呢，在立法院等形成了民进党朝小野大的跛脚式的这种政治格局，这是岛内的基本形势背景。第二呢，就是在两岸之间早已形成的由大陆方面全面掌控台海局势的主动权、主导权和塑造权的基本政治格局。那伴随着民进党的弱势执政和大陆方面硬得更硬、软得更软的积极作为呢，那两岸之间的这种力量关系对比就更显得突出。第三呢，就是中美关系正在止跌企稳，尽管有美国大选的负面影响，但是中美不冲突、以和为贵，正在成为中美双方第一位的共识。如果说中美的相互认知是第一粒纽扣，那么这个第一粒纽扣里边的第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美不冲突。美国所谓建立护栏，其实也是这个意思。而这里所说的不冲突和以和为贵的最重要表现，首先就是台湾。
因为在其他问题上，中美之间都不大可能发生重大的冲突风险，只有台湾问题可能会成为中美摊牌的一条红线。所以，中美走向缓和是台海局势的大背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呢，赖清德做出上述的表态，那就不足为奇了。其实啊，有关台海的局势，在今年选前我就曾经预测，即使非绿阵营胜出，由于中美大环境等复杂因素的制约啊，两岸关系也不一定就那么乐观，就一定能够马上走上全面缓和、和平统一的这个轨道。如果是绿营继续执政的话，同样也是因为中美在走向止跌企稳，以及岛内朝小野大的政治结构和两岸关系的有效制约，无论赖清德还是谁，也都跳不出台海虽有动荡但有惊无险的现有格局。我把这个格局的特点概括为3个基本维系：一是依然会维系在岛内台独不得人心，绿营朝小野大，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基本事实；二是依然会维系两岸关系虽有动荡，但坚持和平发展、融合发展、遏制台独的基本格局；三是依然会维系中美涉台事务风波不断，但中方始终会掌握着台海局势主导权、主动权、塑造权的基本关系框架。一些台独分子和外来势力的干扰破坏，其实改变不了这3个基本维系的框架格局。国台办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交流等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针对日前马英九率团到访大陆引发两岸的热议，朱凤莲表示，两岸民众应常来常往，越走越亲。而针对台陆委会不接受炎黄子孙一说，朱凤莲批台当局及一些政客是数典忘祖、背弃民族，令人不齿。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本月初率领台湾青年到访大陆，在岛内引发热议，两岸要和平、要交流的呼声也越发高涨。返台后，马英九呼吁赖清德接住大陆递出的橄榄枝，要接受9·2共识，但台陆委会却妄称炎黄子孙只是中国古代传说。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有关提问时，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炎黄子孙都是中国人，铁一般的事实不容否认，不容亵渎。民进党当局及其政客出于谋独本性和政治私利，数典忘祖、背弃民族、不孝子孙，令人不齿。如不改弦更张，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两岸同胞应当携起手来，坚定地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实上，尽管民进党当局百般阻挠，两岸之间政党和民间的交流依然热络。继马英九之后，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燕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现在正在大陆进行参访交流活动。此外，台当局立法机构中国国民党党团总召傅昆萁计划近日访问北京。朱凤莲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应该常来常往，越走越近，越走越亲。他表示，在坚持9·2共识基础上，我们愿意同台湾各界人士对话沟通，交换意见，共同努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造福两岸同胞。未来几个月，各地将面向台湾青年举办多项的交流活动。我们诚挚地邀请台湾青年，尤其是从来没有来过大陆的台湾青年，来大陆走走看看，亲身感受大陆的发展进步和中华文化，增进两岸青年朋友之间的相互了解。对于外界非常关心的大陆方面会否考虑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问题，朱凤莲表示，大陆方面一直坚持推动两岸人员往来正常化和各领域交流常态化。民进党当局至今没有解除禁团令，没有开放大陆居民赴台交流，只有消除这些阻碍，才能为两岸旅游和人员往来恢复正常创造有利条件。美菲等国联合参与的肩并肩军事演习活动目前正在进行中。演习将持续到5月10号，美菲共有16700名军人参加。
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挑动南海局势，破坏中菲关系，引发菲律宾国内强烈不满，不少民众走上街头抗议美菲联演。据报道，今年美菲肩并肩演习项目包括海上安全、空中和导弹防御、动态导弹打击、网络防御和信息作战等。参演的16700名军人中，包括11000名美军和5000名菲律宾士兵，另外还有约150名澳大利亚军事人员和约100名法国海军人员，包括日本、印度在内的14个国家则是派员担任观察员。肩并肩演习始于1991年，此前演习针对的是菲律宾国内的恐怖分子，内容聚焦军事训练、军民合作以及人道救援计划。后来演习内容不断扩展，甚至包括大量进攻性极强的科目，根本目的就是保持美军在东南亚地区的长期存在。近年来，随着美国加大推进印太战略实施力度，菲律宾马克思政府也随美起舞。最近几年的肩并肩的规模也逐年扩大。菲律宾方面早在演习开始前就炒作称，今年的演习将创下多个第一。一方面，军演将在南海海域举行多边海上演习，这也是肩并肩军演启动以来首次在菲律宾领海以外的海域举行演习。此外，演习还将模拟夺回被敌对势力占领的岛屿等场景。更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频频在南海挑衅滋事的主力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今年也首次参加了肩并肩军演。This time we allotted 6 vessels from the Philippine Coast Guard. These are all Japanese-made vessels. Yung 97 meters, tsaka yung 4 na 44-meter vessels. 另一项引发菲律宾媒体关注的内容是，美菲确定将在5月8日在北伊罗戈省附近举行击沉演习，但双方选定的击沉目标却是退役的菲律宾海军补给舰卡里拉亚湖号。此举被解读为菲律宾不愿在南海对中国示弱。这艘补给舰由中国制造，此前由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使用，曾是中菲合作的见证。直到2014年，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将卡里拉亚湖号捐赠给菲律宾海军。菲律宾海军高级官员23号辩称，选择卡里拉亚湖号进行击沉演习纯属巧合。It's just coincidental. It's not complicated. It's coincidental. That's the issue with that. The vessel has been used in the Philippines for a long, long time. So any attachment, if ever there is any, doesn't matter at all. 由于两国的演习规模、内容以及演习地点颇为敏感，多家外媒认为今年的肩并肩演习将加剧美菲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在菲律宾国内也有不少舆论反对强硬的军事对抗。菲律宾 NAC 电视台报道称，22号不少菲律宾民众聚集在军演开幕式举办地、非武装部队总部外举行集会抗议。 We are worried that the Balikatan military exercises linked to increasing foreign military build-up will lead to an escalation of conflict in our region, instead of finding diplomatic ways on asserting peace. 菲律宾众议员阿林·布罗萨斯也对美菲演习表示谴责。他说，美国精心策划的肩并肩演习是一场战争预演。另据菲律宾政治网报道，菲律宾左翼政党加布里埃拉妇女党警告，菲律宾人必须拒绝外国军事干预，并要求总统马克思优先解决社会经济问题，而不是加剧紧张局势。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了一项价值610亿美元的对乌一揽子援助计划。该法案在国会已经搁置了好几个月。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将于24号晚些时候将该法案签署成法，并承诺将迅速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物资。对于美国盟友来说，美国巨额援乌法案更是政治信号。23号，英国推出该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支持计划，北约大力援乌，俄罗斯如何回应？对俄乌战局又将带来什么影响？来看报道。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79, the nays are 18. 在两党支持下，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以79比18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上述法案。这是向包括乌克兰和以色列在内的美国全球盟友提供950亿美元大规模援助的一揽子法案的一部分。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几天前批准了这项一揽子法案。参议院通过该法案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向参议院两党议员表示感谢。泽连斯基称，在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对乌援助
法案后，美国总统拜登向他承诺，一旦法案在参议院通过，他将立即签署。泽连斯基说，拜登还保证美国将很快为乌克兰提供急需的防空武器和火炮。泽连斯基表示，这笔援助是向克里姆林宫发出强有力的信号，乌克兰不会成为第二个阿富汗。这项一揽子计划得到了美国总统拜登的大力支持。观察指出，该法案是美国国会数月争论、美国盟友不断施压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再请求援助的产物。据悉，在援乌的近610亿美元中，其中138亿美元用于帮助乌克兰购买先进武器，90亿美元将以贷款形式提供经济和预算支持。此外，还有大笔资金用于补充武器库存。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美国援乌大礼包中还包含了泽连斯基多次念叨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防空反导系统。22号，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沃纳透露，本周可能将开始向乌克兰输送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据报道，这种导弹的射程可达300公里。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方面就一直希望美国能够提供。此外，美国政府官员23号披露，五角大楼在美国一揽子对外援助法案正式成法前，已按法案相关内容凑出一笔价值10亿美元的对乌克兰军事援助。据路透社和美联社以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这批10亿美元对乌军援包括毒刺防空导弹、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弹药、155毫米口径炮弹、标枪和陶式反坦克导弹以及装甲车等武器装备。在未来一段时间，泽连斯基得到了这些武器，可能会在这个俄乌战场上形成一种这种双方拉锯的态势，并会对俄方的纵深要地进行再次的打击。但是在我看来，这样的一个援助乌克兰的法案并不可能让乌军从防守转为进攻。分析指出，美国搁置数月终于通过援乌法案，无疑将为乌克兰武装部队和泽连斯基政府注入一剂强心针。此前，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透露，每20平方公里内俄军所倾泻下的炮弹数量是乌军发射炮弹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之多。而泽连斯基也多次发出警告称，失去美元的乌克兰就会失败。对于乌克兰来说，顶多是一个美国援助乌克兰的军事商品，能真正发挥到这样的一个实际作用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对于整个战场上是否能够逆风翻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也是微乎其微的。显然，被美国援乌大礼包注入强心针的不止乌克兰，对于美国盟友来说，巨额援乌法案更是政治信号。当地时间23号，英国推出该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支持计划，以帮助乌克兰。英国政府在声明中表示，首相苏纳克在访问波兰期间公布5亿英镑（约合6.2亿美元）援助计划的细节。这笔钱将使英国在本财政年度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总额达到30亿英镑，约合37.1亿美元。据悉，英国新的一揽子援乌计划的资金将用于援助弹药、防空、无人机和工程支持。英国政府表示，援助的无人机将在英国采购，其资金将支持扩大英国国内的防务供应链。这比英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单笔一揽子装备计划，还将包括援助60艘船和1600多枚导弹，其中包括风暴之影远程制导导弹。泽连斯基同样对英方表示感谢，他在社交媒体上称，23号同苏纳克进行了通话，称英国的援助计划都是乌克兰在战场上真正需要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您好。美国国会最近就一揽子军事援助法案进行表决，尤其是对乌克兰高达600亿美元的援助到位的话，那您认为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从过去2年的情况来看呢，美国及其盟国的一些2线装备，甚至是淘汰的武器，被用在了乌克兰战场，结果是俄乌双方相持不下的消耗战。武器装备不是决定战局的唯一的因素，但是呢，在工业化战争的时代，武器装备，尤其是战争的系统是至关重要的。乌克兰的总理也承认，俄军发射的炮弹的数量是乌军的几十倍，甚至是上百倍。此次美国大规模军事援助以及未来可见的欧洲国家援助乌克兰的战斗机进入战场，俄乌两军战力的天平呢可能会发生变化。当然，俄罗斯的经济已经转入战时，相关的军工生产也在增加。
那最终是美国及其盟国的战争工业能力与俄罗斯的战时经济之间的较量。美国的一揽子援助法案反映出呢，美国的战略依然是围绕欧洲、中东和东亚3个主要地区展开，乌克兰占了大头。这说明呢，美国的战略重心还是在欧洲大西洋地区。对美国来说，统筹太平洋和大西洋性质呢是不一样的。大西洋共同体面临的是传统地缘政治和大国战争的回归，而太平洋地区则是构建包容开放的地缘经济秩序。美国援乌法案的通过，对欧俄对峙的整体格局是有重大影响的。一是表明美国还是西方集团的主导力量，有兑现承诺的能力和意愿，能够领导西方，让欧洲盟国放手去支持乌克兰。比如英国也推出了援乌的大礼包，提供5亿英镑的武器装备。二是乌克兰战场之外的博弈更加的激烈，北约进一步扩大，而且波兰等北约东翼国家加强了军事部署。波兰就表示为部署核武器做好了准备。冷战期间，2个核集团之间的对抗复活，并且在升级。三是呢，乌克兰是俄罗斯与西方对抗的前沿，泽连斯基有了越来越大的主动性和回旋空间。乌克兰的未来前景与美国的战略信誉已经绑定在一起。从更长时段来看呢，乌克兰是传统的东方问题的延续。19世纪的东方问题主要是衰落的奥斯曼帝国怎么办的问题，现在的东方问题则是俄罗斯如何与欧洲相处的问题。矛盾的焦点从巴尔干半岛转移到了黑海北岸的乌克兰。